任何破坏自由的人来跟你谈和平都是骗人。有人主张先求和平，再谈自由，也有人坚持没有自由的和平只是投降的别名。面对独裁的威胁，丘吉尔为何反对绥靖？因为他分得清，和平必须建立在自由之上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制定讲堂的启蒙论坛，我是郝广才。告诉我，你是狐狸还是刺猬？那是什么意思？狐狸知道很多事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。我是。没关系，你先听故事，听完再决定答案。1953年1月1日，大思想家以赛亚·柏林出版一本小书《狐狸与刺猬》。书只有薄薄的86页，却是他引发最多讨论的书。他从古希腊诗人阿尔基罗库斯一句诗起头问：知道很多事的狐狸和只专注一件大事的刺猬，这样历史会由谁主导？狐狸和刺猬要怎么分辨？狐狸是分散型，会多线思考，灵活应变；刺猬是合句型，把经验、现象都纳入统一概念来解释。它不应变，但它改变世界。那谁是狐狸，谁是刺猬？例如柏拉图、但丁、尼采、杜斯妥也夫斯基这几位是刺猬，他们有核心的基本世界观。反观莎士比亚、亚里士多德、歌德、乔伊斯等人则是狐狸，他们刻画多样面相，接受矛盾和复杂，连上帝都怀疑。所以是狐狸聪明，刺猬伟大，还是难分高下？不是分高低对错，不是区分人格类型，不是分析人的动机，而是他们如何思考，如何表达，如何理解。要分辨是狐狸还是刺猬，是看他如何整合知识。真正的知识是了解事物为何如此，而不是知道事物是什么。不是汉史同样重要，有人坚持单一标准看一切，有人抗拒统一解释，对新的可能保持开放。那有没有人既是狐狸又是刺猬？有，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就是。他生于富贵，但热爱启蒙思想和理性逻辑，血管又流着宗教的宿命感，是理性的狐狸，同时也是道德的刺猬。他相信自由意志，又不排斥命运。狐狸与刺猬的拉扯，让他的小说伟大动人。托尔斯泰写的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从书名就开始冲突。他说历史是无限因果交织，不被意志支配，但他又不接受世界是偶然和无序，没有目的。他是想成为刺猬的狐狸，但他没法忽视事实，没法扭曲真相，终究做不成刺猬。看来我要再读一次《战争与和平》。请问搞政治的是不是狐狸比较多？我问你，你会怎么区分政客与政治家？政治家是有理想的政客，厉害的狐狸应怀有刺猬的信念。你心目中谁是政治家？林肯，他知道什么时候做狐狸，什么时候做刺猬。还有丘吉尔。怎么是你在问我呢？我喜欢发问，帮每个人找到自己的答案。等等，我要抢回发球权。当时英国政坛像张伯伦、哈利法克斯等人，个个聪明过人，为什么只有丘吉尔反对绥靖政策，反对向希特勒妥协呢？赞成绥靖政策的英国政要，并不是不知道希特勒的危险，但他们更怕共产党，他们想先安抚希特勒，让纳粹去对付共产党。但是他们忘了，在德国，纳粹和共产党是先合作打翻民主体制，然后才反目成仇。英国人没想到，希特勒和史达林早上还在互咬，晚上就上床亲吻。是不是丘吉尔看起来是刺猬，但其实他是最聪明的狐狸？关键不是他有多聪明，而是他清楚和平的前提必须是自由。任何破坏自由的人来跟你谈和平都是骗人的。他连自己人的自由都剥夺，怎么会给你自由？
那希特勒、斯大林算是刺猬吗？狐狸和刺猬是比喻有思想的人，他们两个是火，没有深刻思想。只要有氧气，火就会不断扩大，烧光一切。为什么会烧？火不知道，火没有目的，就是要烧光，烧死你。纳粹和共产党的氧气就是权力，为了夺权拼命纵火，直到自己也烧死。那你是狐狸还是刺猬？有人曾问海耶克这个问题，海耶克的答案是狐狸。以赛亚·柏林说：“我跟他一样，我也跟他们一样。我们相信单一思维无法应对现实的复杂，但多元不是放弃判断，不是没有界限。我自诩是狐狸，在思考上要四通八达，不要用单一理论来简化世界。我自命是刺猬，在行动上要持续不懈。”去宣扬世界基本没有永恒的规律。我们所以是狐狸，是因为拒绝单一理论来简化世界；我们所以是刺猬，是坚信世界的规律基本没有永恒的规律。自由与不自由不能共存，食物与毒物不能一起吃。捍卫自由的人，不是开战前离开战场的人。你不管会说多少种语言，都要会说一个不字。原则要记得哦。美是多样而表面的，丑却是彻骨的。好了，那现在我反问你，你要做狐狸还是刺猬？狐狸是知识丰富、观察敏锐，刺猬是有信念、有原则。爱因斯坦说，没有信仰的科学是跛子，没有科学的信仰是瞎子。狐狸与刺猬不是在做个性分析，不是人格光谱，而是能力和原则。我是阿叶，是具有狐狸的思考能力，又拥有刺猬信念原则的狮子。哇，你的脑力在发电啊！你不是说过你是要唤醒狮子，不是要引导绵羊？你唤醒了我心中的狮子。